小米 Mix 4，一台新发布的方方正正、比较硬朗的手机。后摄采用了打磨了很长时间的1亿像素主摄，不过人家这次主打的不是后摄，而是隐形的前摄，全面屏下前摄手机。各位觉得这台手机漂亮吗？它的工业设计你们喜欢吗？如果喜欢可以打1，不喜欢打2。小米 Mix 4一台小米刚刚发布的，也是现在主力的售卖机型。在影像方面呢，它有2个特点，一个就是隐形的前摄，就是所谓的全面屏，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后摄虽然说参数不错但是呢硬件已经不是最新的了。我们来看看它后摄的调教怎么样。按照惯例呢，我们会拍摄一些所谓的摄影作品不是拍得多好，主要是为了鼓励大家像我们一样多出去走走，多拍摄好看的照片。那刚刚的这些精选样片呢，都是用这台手机拍摄的哦，而且用它内置的滤镜来编辑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喜欢上手机摄影，拿起自己的手机多拍好看的照片。欢迎收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长长。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你期待这期节目，期待这台手机的测评结果，记得点一个赞，点一个关注，多多支持我们。没错你们的关注呢对我们非常重要。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这回咱们先聊前摄。画面中您看到这台手机的屏幕有摩尔纹，有闪烁，这个不是它的锅这是我们的拍摄设备的快门没有跟它的刷新同步上。在实际使用中，这台手机的屏幕以及隐形前摄的效果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屏下前摄的隐形程度很高，你完全不会察觉到前摄的位置，其实它是一个小圆孔。手机自带了原厂贴膜，贴膜在前摄的位置上挖了一个小圆孔。如果没有这个贴膜你还真找不着它的前摄在哪儿。那些用惯了刘海屏、挖孔屏的朋友，如果用这台手机的话，玩游戏、看视频，再也不用担心前摄挡视野了。不过阳光直射这块屏幕的时候，屏幕会激发最大亮度，这个时候前摄区域就会亮起一个小太阳的图标来提醒你现在屏幕是最大亮度了。其实前摄这块是一个单独的小屏幕，它的亮度不够。在高亮度模式下，为了怕露馅，干脆就亮出一个图标来告诉你现在屏幕是最大亮度。那至于这台手机的屏下前摄拍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还是要听长长的分析。那我们一起来看前摄的部分。首先呢，要夸夸它摄像头在正中间，这个视角是最舒服的，而且特别方便。我再也不用担心视频通话的时候只能露出来半张脸。但小米的前摄呢，有人像模式跟原相机模式2种。在原相机里有3个美颜选项：磨皮、瘦脸、大眼。人像模式里也自带了美颜功能，但基本就是调一下磨皮。在原相机里还有很多滤镜，感觉都会比较日系，但是呢不能调强度。在人像模式里有一些很有创意的光效。但小米这次毕竟是屏下前摄嘛，其实日常自拍我觉得还够用的，效果还挺好的。背景虚化的效果真的不差，这些边缘的地方我感觉还挺自然的。那么 OK， 咱们开始聊它的后摄影像的表现怎么样。小米 Mix 4呢，后摄一共是3颗镜头，没有凑数镜头，分别是主摄、超广角和一颗5倍的长焦镜头。从拍摄界面里看从主摄到5倍，咻的一下就过去了。从1倍到5倍之间，什么 1.1 倍4.9倍都是数码变焦了。要是中间有一个2倍镜头就好了。不过呢，它每颗镜头在切换的时候都有过渡画面。这里说的是点击屏幕上每颗镜头焦段切换的按钮，而不是双指缩放在屏幕上来回蹬。从这点上说，小米做的还挺细的。先说主摄硬件参数都列在这里了。这颗感光器不是新的感光器，是一颗打磨了挺长时间的主摄感光器了。
那么我们希望这次它在镜组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在光路上能做出优化。这方面我们就用样片来说话了，我们会放大中心跟边角来对比画质，这样是最能体现出厂商在镜头光路设计上下了多少功夫的。放大后中心画质优秀啊，边角画质相对于中心画质来说是有下降的，但是这个下降还真不明显。树叶和天空分界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紫边，这点做得不错。再换下一张样片，颜色方面跟上一张一样，都是我挺喜欢的那种。这回放大中心跟右下角，中心的解析力不用担心啊，毕竟是2700万像素的照片嘛。边角画质确有下降啊，不过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下降的程度不算很明显。主摄支持1亿像素高清模式啊，普通模式是2700万的。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对比，在颜色跟宽容度上没有什么区别，这点值得表扬。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确实是1亿像素的清晰度稍微的比普通模式强一点。再说超广角镜头，感光器不是很大，3.06分之1英寸，不过视角倒是挺广的，等效焦距呢12到13毫米，虽然说照片信息中不写。看样片色彩方面不错，素雅的那种。放大中心跟左上角，看看它的光路设计水平怎么样。中心画质没问题，左上角画质呢有些下降，而且还有紫边。再换一张样片，颜色呀还真挺好看的。这回放大中心跟右下角，边角画质对比中心画质确实有所下降，不过结合它的等效焦距啊，这个视角很宽，它的下降程度还是不错的。下面说一下微距拍摄啊。Mix 4这台手机的微距拍摄能力还是有的，不过呢，它不是用超广角来拍摄的，而是用主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必须得用5倍长焦接近物体，然后拍摄系统会自动切换到主摄来拍摄。也就是说，你以为是用5倍长焦拍的，实际上是用主摄拍的。最终的拍摄效果呢，涂抹感是有的啊，跟真正的光学镜头直接拍摄是不同的啊，它是用数码裁切来放大的，效果嘛可以接受。下面看长焦镜头5倍长焦，这颗镜头呢，从前镜组的大小就能看出来，它用的感光器不大，4.4分之1英寸的。其他的参数都列在这里了，咱们下面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先说对焦，总体来说对焦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这颗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不是很近，在近处对焦的时候呢，偶尔会出现切换镜头的时候啊，就是切换到主摄来拍，在前面说微距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还有就是在反复测试对焦效果的时候，确实出现了一次对焦犹豫的情况，但是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这颗长焦镜头从硬件参数上看确实不是很亮眼，不过在实际使用中啊，效果还是令我满意的。800万像素不是很高啊，但是记录生活够了。对焦速度在实际使用中也算是得心应手的啊，所以抓拍什么的也没问题。和其他的长焦镜头一样，边角画质下降的不明显啊，中心画质也就那样，它毕竟像素不高嘛。从整体的拍摄效果上看啊，这颗长焦头没有拖整个手机影像的后腿。下面看看人像拍摄，小米 Mix 4拍摄人像就是用主摄直接拍，系统呢也没有自动数码变焦的2倍来拍摄，视角比较宽广。从实际拍摄效果看还是挺好的，肤色很好看，背景虚化也自然，抠图也不错。用它给女孩拍照的话，应该不会被女孩嫌弃，最起码从肤色上看是没问题的。下面说一下它的夜景表现啊，从硬件参数上大家就应该知道 Mix 4这台手机不是要把夜景拍成白昼的那种手机，它还是可以拍出夜景的氛围的。但是有一点好啊，它可以关闭自动夜景，把主动权交给用户。如果你想拍出更好的夜景呢，就用夜景模式吧。我们的样片也会选择这种有高光有阴影的夜景照片，可以看出这台手机的夜景表现怎么样。从前面的样片可以看出来，主摄的表现还不错，都是直出啊，超广角稍微弱一些。从这张样片上更能看出超广角跟主摄的差距。主摄呢，在更暗的环境下还是可以应付的，但是超广角呢就有些困难了。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就非常暗了，主摄不开启夜景模式是没法应付了，更甭说超广角了。我还特意录屏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场景有多暗，主摄跟超广角在屏幕上看是什么效果。
用夜景模式拍摄，主摄还是可以应付的，但是超广角就很困难了。现在这个场景就是祖传神树场景，非常的暗啊，主摄都可以说什么都看不见，超广角就更甭提了，跟这儿只能蒙着拍。夜景模式的表现，主摄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看清景物的。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台手机的超广角可以应付这里的环境。下面看看视频录制的表现，我们用的就是默认的设置，跟多数人一样，就是拿起来就拍，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现在是走路防抖表现，从效果上看，主摄的表现挺好，颜色呀、防抖啊、果冻效应控制的都还好。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很好的，虽然说它没有硬件的防抖，靠电子防抖，它的防抖啊以及在抖动中产生的果冻效应啊都很小。5倍镜头的录像防抖也不错，而且色彩也不错。现在是主摄夜晚走路防抖表现，色彩不错啊，细节也不错，防抖呢没有白天好，而且由于抖动产生的那种瞬间的小果冻效应也比白天明显的多。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比我想的强一些啊，尤其是防抖方面的表现。虽然说亮度、色彩、细节等没有主摄强啊，但是也能接受。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主摄已经无法应付了，就不用放大了吧。工业设计方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就像开头说的，它的造型非常的方正，非常的硬朗，而且在工业设计上，它这回主打的是前摄，隐形的屏下前摄。具体表现前面已经说了，隐形的很好，而且拍摄效果也够用。对于那些用惯了药丸屏、挖孔屏的朋友，如果用这台手机在看视频、玩游戏的时候，一定会很爽，再也不用怕前摄区遮挡画面了。机身厚度控制的还行，8毫米多一点儿，但是重量嘛，200克以上了。不过说到厚度啊，这回发布会上说 Mix 4没有用铁磁的那块 GN2 传感器，主要是为了怕后摄凸起太高了。可是这后摄的凸起高度啊，这是吧？它已经，你说再稍微厚一点又能怎样呢？要我说呀，它就是为了小米11 Ultra 的销量考虑。手机的手感还是不错的，两边都做了倒角，机身底部的空间已经很挤了。哈曼卡顿调音的标识就放在了机身上面，铁磁的东西是想用就用啊。处理器骁龙888 Plus， 性能杠杠的。不过呢，它的跑分、游戏性能、发热这些在我们的节目中就不体现了。我们直接来总结一下它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小米 Mix 4这次主打的是隐形的屏下前摄，拍摄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完全可以满足日常使用需要。只是那些需要更高质量自拍的人群可能还不够满意。主摄上虽然没有采用 GN2 传感器，但是这颗老将啊，在优秀的镜头光路设计加持下，表现还是很好的。尤其是白天的效果，默认2700万像素的输出能力，可以让它在解析力上让消费者满意。只是它在暗光下的表现啊，在如今的旗舰手机中还不算抢眼。超广角的表现很好，等效12毫米，非常的宽广，是一颗视角十分震撼的超广角镜头。边角画质控制的还算不错。5倍长焦头的表现兢兢业业，不算拔尖的硬件参数，在优秀的对焦能力加持下，让拍摄可以做到得心应手。Mix 4要是再有一个2倍的光学镜头就好了。录像上除了暗光下的表现，其他的都算优秀，各镜头的色彩、防抖可以让消费者满意。OK， 到结尾了。那么关于这台手机的影像部分呢，我们就介绍完了。那至于前摄的表现怎么样啊？那我们应该会找一台另外一个屏下前摄的手机来跟它对比一下。应该大概率不是三星，因为我们手头有点紧，手头有点紧。了不起。对。那行吧，那欢迎到时候收看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